Hello，大家好，我现在在以色列博物馆，要看一个2000年的古迹，是什么东西呢？这就是能够证明我们圣经真实性的死海古卷，它是2000年的抄本。那今天展出的是最完整的以赛亚书，这是1965年来第一次向大众展出，错过的话，可能下一次又要再等一个60年。这就是死海古卷以赛亚书。噔噔。那大家知道最酷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吗？就是我们这一团很多都是，应该说大部分都是以色列人，然后他们可以直接看得懂以赛亚书的死海古卷上面在写什么。给大家看，我跟死海古卷同框了。刚刚那个管理员说，他们这一个展览很重要的，就是因为以赛亚书有说到安慰我的百姓，所以这是为什么他们这一次第一次公开这个以赛亚书给大众看。Why, for the first time, Israel Museum is showing this to the public? While we had this war, Why? everything was in the vault. Yeah. You know, I was going through the whole museum, especially going inside the shrine of the book, hosting pilots, soldiers, and trying to cheer them up and describe the future. Yeah. And I told myself, when we put the scrolls up, we know that everything is over. Isaiah is a prophet of condolences, of a new future, of making weapon into field instruments. And we eventually we believe in peace, but we had to fight. So it's the display is connected to the war. The display is to connected encourage people. To encourage people Wow. to give condolences. This is the name of the exhibit in Hebrew, Nechama. Oh wow! We Thank you wish for to sharing. give condolences to everyone, including us and among the people. 还有第二部分呢，这个是复制的，这不是真的。但是这就是以赛亚死海古卷到底有多长？哦，它有翻译，我给大家看我刚刚跟大家讲的。安慰我的百姓，在这里20，是这吧 Here, it says it here. Exactly. Nafamo Ami. 我觉得看这个死海古卷对我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个人的意义，就是因为这就是以色列美角一直想要做的，就是让大家知道以色列是什么样的地方，然后可以把这个安慰的话带给以色列人。策展人本人在这里很害羞。我现在很有压力，要赶快剪片给大家看，因为这个展览只有到8月31号。然后博物馆的人说，下一次要看的话就是60年后，可能是你的孙子可以来看。所以我不知道大家8月31号之前会来以色列吗？有可能就是来以色列博物馆看吗？60年后，九九就已经63岁了。为了不要错过这个机会，我们马上就带九九和妹妹来看死海古卷了。虽然他应该是看不懂，但我们还是觉得很值得。那其实这是这个展览的开头，就是在讲牧羊人1946年的时候怎么样子在昆兰洞穴找到这个死海古卷。那对牧羊人来讲，他就是觉得这是可以赚钱的一个有价值的文物，他没有特别觉得说这证明了什么东西。然后大家也不知道说，有多珍贵。那昆兰在哪里？耶路撒冷在右上角那个左上角的那个地方，昆兰就在这里。然后呢，它这个洞穴啊，其实是一个很难接近的一个地方，但它就在这里找到了死海古卷，给大家看一下他们在这里做的一个模型。这个是洞穴的样子，然后这个是它那个真的陶罐，就在这个陶罐里面密封起来，然后就有羊皮，死海古卷的羊皮。然后呢，这是当时的一些照片，当时就卖给了神父。那这里有一个7分钟的影片，如果要看那个展览的话，就是要先看影片，然后从那边过去，然后每一批就是10分钟。
那刚刚电影很有趣的提到，就是说当时1946年他们发现了死海古卷，1947年的时候以色列考古学家知道这件事情，然后就很想买，但是那个时候没有钱，然后以色列又要建国，然后呢这个死海古卷就被卖到美国去了。那他们是用就是匿名的方式，就好像在执行一个国家机密那样子，没有让卖方知道说其实是以色列政府要买这个东西。那这个死掉的考古学家的儿子，他后来也是在军队里面当兵，然后那个时候他在美国，然后就看到广告，报纸广告说要卖那个死海古卷，所以他就把这个消息带回去给以色列，然后以色列呢就用一种执行国家机密任务的态度，就把这个死海古卷就花了可能是15万美金买回来。那个时候的背景是以色列是没有钱的，以色列刚打完仗，刚建国，可是这个东西他们必须买，为什么？因为它就是以色列这个民族的信仰的根，就是在这个死海古卷上表现出来。我刚刚有说我们要怎么样知道我们的圣经是真的，因为很多人会怀疑说是不是就是人自己写出来的啊？更何况现在是 AI 时代，是不是 AI 写的啊？可能这个问题10年后、20年后大家会开始有这样的疑问。那所以这种文物，真的文物就非常的重要，因为它代表什么？代表我们现在手上拿的圣经是可信的。在有死海古卷出现之前，全世界最古老的圣经的手抄本是Sasson Codex， 这个是现在也是被以色列买回来了，在特拉维夫的博物馆有展出。那个年代是11世纪左右。那我们可以知道是我们现在手上的圣经跟那个11世纪的是吻合的。可是我们怎么知道那个11世纪是对的？真的是先知以赛亚写的吗？它就是不够有力，这个证据不够有力。那所以这个死海古卷它的年代是西元1世纪，它有不同的年代，但是差不多就是第2圣殿时期、耶稣时期的犹太人手抄写下来的。那重点就是，如果这个死海古卷它的内容、它的版本跟我们现在手上拿的是一样的话，那我们就可以相信是真的，对不对？我们的圣经就是真的。所以答案是什么？答案当然是真的，圣经是真的。因为每一个手抄圣经的人，他们都是很小心的，一笔一画，如果有错了，那就全部重来。所以2000年前的这个圣经手抄本，跟我们现在手上的圣经，当然我们的是翻译的嘛，但是以色列人他们不是啊，他们就是一样是希伯来文。那他们的圣经跟这个以赛亚书是一样的，所以你刚刚看以色列人，他们可以用希伯来文直接讲说，这里是讲什么讲什么，这就是因为这是他祖先留下来的东西。那这个文物就是一个证据来证明这个民族2000年前就存在，还有我们现在手上拿的圣经虽然是翻译本，但是是可信的，根源就是在这里，证据就是在这里。然后还有一个有趣的事情就是，死海古卷那个时候他找到是4份哦，那现在只有3份，就是在那个时候他们广告，然后所以以色列买回来。那可是有1份呢，有1份一定还在美国，不知道是被哪个私人收藏家一直藏到现在，可能他的子孙也不知道他那个祖先曾经买过这个东西。所以大家觉得呢？如果你的国家正在建国、正在打仗，你会去花这么大的钱？你可以买武器，可是你要花这个钱去买这个死海古卷吗？武器还是死海古卷，还是就是买粮食，还是盖房子给你的人民？大家有什么样子的想法？大家会做什么样子的决定呢？当然，我们现在回头来看，就觉得，还好当时有买，不然这个死海古卷它的价值这么高，然后落到别人的手中，我们就没有机会这样看了。虽然说死海古卷一开始被卖出去，有点令人难过，应该不要离开这块土地的，但其实这就像是以色列人一样，他们虽然被掳到其他地方，虽然曾经就是流亡，但是神还是把他们带回来了。神带回来了这个民族，也带回来了以赛亚书，象征他的话语。这是可能是当时用来包死海古卷的亚麻布的东西。那死海古卷就是在这样子的泥陶罐里面。希望大家在8月31号之前有机会能够来看以色列博物馆的死海古卷哦。大家拜拜。